大家好，今天我在一个论坛里面看到了一个帖子，我觉得这个内容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说，如果你要从中国大陆出发，千万不要预定经停台湾的航班。他在里面分享了一些图片，咱们大概看一下。他首先说，不知道多少人遇到过跟他一样的一个问题，他觉得他自己被坑了。他是订了一张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经过台北，他坐的是国际航班，在机场的时候给他拒绝办理登机了。工作人员跟他说，你持有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即便是你只是过境台湾，也必须有效的签注。从疫情爆发以来，这个证件就一直是停发的状态。然后接下来他做了什么呢？他给了就是中方的，这应该是中方的电话12367，中方的一个政府热线，但是具体负责什么我不太清楚。这个热线电话他打过去了，然后呢，简言之吧，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他的：如果说你持有的是中国大陆的护照，你即便是过境，你也不能乘坐经停台湾的航班离开中国大陆。那显然有可能是大陆的一个政策。那后面他也说了，不是台湾阻拦的，显然是台湾是允许自由过境，那限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边境管控，所以呢，你离开大陆的时候会受到限制。后面他说他现在被困在机场了，他不得不找酒店重新预订啊等等，然后呢，航空公司还要再多收他$175的改签费，他觉得这个非常不合理。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网友们怎么来回答他的问题的，怎么评论的。这个人说，我们或许应该停止指责楼主不了解情况，而且得感谢他现在分享自己的经历，以免其他人遇到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放在最上面的，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会有人谩骂他呀，或者是指责他呀等等的，有可能因为他这么说了嘛，所以可能网友的评论不是很友好。那我们再接着看，这块有一个人评论了，他说这完美的展现了绝大多数用户有多么自以为是，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喜欢瞧不起和评判别人。看来有时候可能跟国内的环境是一样的吧，我也不太确定啊，因为国内的网络环境就不是很和谐。后面咱们再接着看，这个人说，就是这个板块，任何在这里寻求帮助的人都会被喷，都会被骂。这里还有人回复，那些瞧不起别人的人真是很糟糕，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遇到过那种蠢事儿。有些人就是忍不住要瞧不起那些瞧不起别人的人，他很鄙夷这种人，我绝不想成为那种失败者。后面这个人挺这个楼主，他说是的，楼主的做法很了不起，他公开了自己的尴尬经历，以防其他人犯同样的错误。我相信世界上有些国家即使只是过境也需要签证，所以最好事先确认一下。就台湾而言，我认为楼主说的对，中国对本国公民访问甚至过境台湾都有很多限制。是的，政府确实对中国大陆的人有挺多限制的。其实我也相信就是台湾应该不会有这种政策，但是可能中国大陆出去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中国大陆持有中国护照的人会有一些限制。当然因为去台湾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成奢望了哈，绿营上来以后这个可能性就没有了，虽然我一直特别想去台湾。那接着说这个人，他说我认为加拿大可能是其中之一，我父亲在温哥华转机，他需要在网上办理一些手续，但是他忘记了，他不得不重新预订航班。也许有可能加拿大航空公司本身有一些不太灵活的方式，我不了解，所以我呢就不便过多的去评判什么哈，我只了解我所经历过的。看看这个，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呢？尤其因为这不是台湾方面的要求，如果你搜索台湾的过境签证规定，
也不会找到相关的信息。这是出发国要求的，括号这写了，括号 China， 出发国通常不会有这个签证要求。应该说的就是说你过境的这个国家应该是不会有签证要求的啊。后面这个网友说是啊，我们都需要提升自己。疫情期间人们花太多时间上网，现在仍然如此。我们试图通过上网来让自己感觉好一些，让我们互相友善吧，包括那些攻击楼主的人。贬低别人并不会让你显得特别高尚。这条建议对于每个人都有用，显然这个也是挺他的。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人愿意把自己不堪的经历拿出来，其实本身他也不是想要去做什么负面的引导，就是想有可能就是纯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也加上自己吐吐槽。然后这个网友就说，大家应该对这个人宽容一点，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因为很多国家转机不用过境，所以可能就不容易注意到这个问题。我记得他说航空公司并不是很在意，但安检不让他通过，所以他改签了机票。过了安检以后，然后他是取消了还是新订了一个什么机票然后最后他才顺利登机了。然后呢，后面再接着看，明智的做法不是要取消先前的预定的机票，是要购买一张可退款的机票，通过安检，然后到达登机口立即申请退款。这个操作我还不是特懂不是特别理解。然后这个人就说，我觉得你连登机牌都拿不到可能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人问，只有从中国出发才需要吗？例如如果从加拿大经台湾转机去日本还需要台湾的签证吗？这个人回答他了经台湾转机前往中国大陆是可以的从中国经台湾转机出境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政府禁止这种做法，所以这个可能是真的有这种情况的。所以如果之后有遇到这样情况的朋友也需要注意一下，因为我自己没有遇到过，所以我确实是不便评论，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扫盲的一个帖子，我也通过它能了解很多新的信息。咱们再接着看，他说不如从香港飞，他和他的女朋友去年去台湾的时候就从香港飞的，虽然说他也需要办理签证，过程很漫长，但是他觉得转机不值得吧，不如直接飞其他的地方。但是转机肯定他机票会便宜或者怎么样的，对吧？肯定是每个人考虑的和他自己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人说真倒霉说就感觉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一切。也有感谢他的，感谢你分享你的经验，对吧？这里说你被入境处还是航空公司拦截了，你能向航空公司出示另一本护照，从而让他们允许你登机吗？我觉得这个有点这个怎么操作呢？那提供了另一个护照就可以吗？反正我只有中国大陆的护照我还不知道这个要怎么执行。这个人回答他了，就是如果你持有其他护照你可以登机我想可能如果你持有的不是中国护照你也能登机这就挺讽刺的然后这个人说，楼主居然不知道大陆居民需要特别许可才能登陆台湾，他感到非常震惊。我觉得多数人，反正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只知道不能直接去台湾，去台湾是不被允许的，是去不了的现在。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我转机我也得需要提前做这些准备，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震惊的吧，就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然后这个人说，这个人也是表示震惊他很震惊，他们竟然在没有事先检查证件的情况下就登机了。然后这个说他们被禁止在中国办理登机手续，所以没能到达台湾，显然是这样的。看看下面这个 This is not new。 他说这不是新鲜事儿，你可以经台湾转机前往大陆，但是反过来不行，台湾有自己的签证系统，中国大陆不承认，反之亦然。我想是的，反正这个俩现在就是杠上了，就谁也不认谁。
然后呢，接下来说，严格来说并非如此，是中方阻止他的公民直飞台湾。我觉得是有可能的，虽然我不知道相关的规定是啥。这个人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很抱歉，但这是加拿大航空的责任，他们应该在你登机前告知你相关的信息。对，这个肯定是多方的因素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信息方面你总得有一个公示吧，但是我觉得人家也没有义务说专门对你中国人特殊的去公布什么吧，那这样的话你又该觉得你自己被歧视了，是吧？然后咱们看这个人，他说航空公司根本不会主动告知乘客这类事情，只会说了解这些信息是乘客的责任。对，这个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因为你作为乘客来讲，你要对自己的行程负责任，那你出行的这个航班它会有什么要求，这个航空公司有什么要求，政府有什么要求，对方政府或者你经停的政府有什么要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你在出行之前你首先要自己查证的啊。人家也没有，还是刚才我说的，没有义务去一定要给你提供针对你的个别的这个相关的提醒。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什么钻石客户，那可能就不一定哈，但是我觉得就普通的咱们飞个航班确实没有特别细致的前期沟通的情况吧。还是那话，要是特别的去跟你交代了，到时候你又得说歧视你是中国人了，对吧？这个人怎么觉得呢？他说他们肯定会这么做，他们的系统会对这类特殊情况进行标记，柜台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会在扫描你的护照的时候收到一份核对清单，理想情况下你应该在网上购票时就输入护照信息，这样他们就能在你完成购票之前就标记出这类问题。如果你只凭借信用卡信息就在线购票的话，系统是无法识别的，但会在网上值机或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被发现。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不是特别赞同啊，就是你可能是你购票的时候他应该可能会提示你，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办理值机很多时候可能都得去现场去办，因为他行李可能要托运啊什么的，他去办了之后那个时候他已经行程都已经定好了，机票也买好了，他也来不及去改签或者换航班了，然后去了以后告诉你没法办，这个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所以这个还是只能是说在事先你在订这个机票选择航班的时候，你应该去更多的去查阅一下相关的信息。这个人说你说的对，地勤人员应该询问楼主的签证情况。好吧，这跟上面那个我觉得是有点重复的哈，我不是特别赞同，还是乘客自己是也有责任的。接着看这件事早就人尽皆知了，你应该在预定前就了解清楚。好吧，反正我不知道，我确实是不太清楚。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奇怪的事情呢？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无所不知，或者研究生活中每个方面的所有细节。是的，这个人确实也是挺这个楼主的，也是挺楼主的。虽然我觉得楼主也有责任吧，但是反正这个人还是抱着很宽容的态度在看这件事儿的，挺好的，挺好。人们不应该被迫知道这件事情，航空公司在订票的时候就应该发出警告。看到一个这个，这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因为刚才不是说了吗？说因为新冠疫情以后办理台湾的这个手续就是不成功了嘛。他说这不是新冠造成的，而是因为台湾投票选择了绿党。确实是民进党上来之后，就是现在就去不了台湾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家政策怎么设定，我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人也在问，反过来可以吗？例如中国大陆护照经台北飞上海，中转在台北同一个航站楼，行李直挂到最终的目的地，可以吗？看看这个人怎么回答的。他说可以。好吧。看看他说，当你在柜台办理登机牌的时候，航空公司为什么没有核实这一点？这个应该是在订票的时候就核实了，而不是应该在办理值机的时候吧？你办理值机的时候再去核实就已经
很耽误事儿了。这个人是对航班选择有一个建议，他说飞往香港的机票很便宜，然后可以转机，或者如果你还有假期，你可以考虑去其他旅游友好的国家。这让我更不想去了，尽管我没有这个问题。是什么更不想去哪儿了？不想去台湾了，还是不想来大陆了？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什么日本的事儿，他联系他，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反正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个帖子对于我个人来讲还是挺有帮助的，因为我没有考虑过会有这种情况，我只知道去台湾不是那么顺利，一般人是去不了台湾的。这种情况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就这样，拜拜。